最近啊，北京的宣传部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一会儿要删这个唱衰的帖子，一会儿要封那个看空的账号。但你说神奇不神奇？他们封得再欢，中国的债券市场却用最残酷的方式再说出真相。这崩盘的速度真是让人瞠目结舌。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 1.7%， 比去年跌了整整1个百分点。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首次跌破 2%。大家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已经用脚投票，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中国经济确实是进入萧条周期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10年前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在 4% 以上，5年前也有 3% 多，现在直接腰斩到 1.7%。这下跌速度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凶猛。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就是从 5% 跌到 2%， 用了整整1年多。而这次可好，一年就从接近 3% 跌到 1.7%， 这速度真是中国奇迹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收益率暴跌的这段时间，北京的官老爷们一直在喊经济形势一片大好，全年增长目标稳定在 5%，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。可市场怎么就是不买账呢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债券收益率为什么这么重要。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，收益率越低，说明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越悲观。现在 1.7% 的收益率基本上跟发达国家衰退时期的水平差不多了。而且别忘了，中国现在的通货收缩率可是高达 0.5%， 这意味着实际收益率其实只有 1.2% 左右。你说这不叫萧条叫什么？更讽刺的是什么呢？那些把钱往债市里砸的，恰恰是政府指望用来救市的那些机构，国有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各类基金。他们与其把钱投到实体经济里，宁愿买这些低收益的债券。一位金融圈的朋友跟我说，现在实体经济需求这么差，投资什么能赚钱，还不如买债券躺平。你看，连救市的主力军都对经济丧失信心了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这些机构手里握着几十万亿的资金，本应该是拉动经济的主力，现在却全躲进债市避风港了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在告诉我们，经济真的不行了吗？而且大家注意啊，这些机构可不是傻子，他们宁愿接受 1.7% 的低收益，也不愿意去投资实体经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看到的经济数据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。毕竟他们手里可是掌握着第一手的企业经营数据、贷款违约率、产业链订单等等核心信息。所以我说，与其听北京那些官老爷喊口号，还不如看看债市到底在说什么。这才是最真实的经济晴雨表。现在债市的信号已经再清楚不过了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期。2025年就要来了，这可能将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且听我给大家分析分析。首先，最大的灰犀牛就是预算赤字问题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北京已经打算把2025年的预算赤字率提到 4%， 这可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我们算个账，按照目前中国100万亿左右的 GDP， 4% 的赤字率就意味着要借4万亿。而且这还只是表面数字，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实际赤字率恐怕要突破 10%。 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前几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官老爷们还说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，这不就是变相的放水吗？说白了，就是印钞票填窟窿。可问题是，你放水填窟窿的同时，国外怎么看？川普可是放话说要重启贸易战啊！大家别忘了，11月份单月资金外流就高达457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
就是1个月逃出去的钱，都快赶上深圳1年的财政收入了。而且更吓人的是，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，实际外流规模恐怕要翻几倍。一位银行的朋友透露，现在私下换汇的都排长队了，都在想方设法把钱转出去。你说这不是投票是什么？用脚投票，用钱投票，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市场对中国经济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。而且2025年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——房地产债务。明年将迎来房企美元债的到期高峰，光是已经违约的恒大、融创这些大鳄，就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债务要处理。问题是，现在这些烂尾楼都卖不动，房企从哪里弄钱还债？我们来对比一下今年11月的数据，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2.5%， 二手房跌了 3.8%。但更可怕的是交易量，北京、上海这样的1线城市成交量同比腰斩，3、4线城市更是惨不忍睹，跌幅超过 7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彻底塌了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。工业生产指数连续26个月下跌，但产能却还在疯狂扩张。大家想想，这不是自己往死路上撞吗？现在全世界都在警惕中国的产能输出，川普更是扬言要把关税提高到 60%。到时候这些过剩产能往哪卖？我最近问过一位企业家朋友，他说的很实在，现在工厂开工率不到 50%， 但地方政府还在逼着我们扩产能。他们只关心今年的 GDP 指标，哪管明年死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5年会是最艰难的一年，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往这一年集中：债务到期高峰、产能过剩、外资撤离、贸易战升级，而北京现在的政策工具箱已经基本掏空了。最近北京的动作可谓是频频不断，光是这个月就召开了3场重量级的新闻发布会，住建部、金融监管总局、国资委轮番上阵，一个比一个说得响亮。可股市呢，一个比一个跌得厉害。我给大家看组数据就明白了。自从9月底以来 ，A 股就没见过几天阳光，个股呈现普跌态势。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，沪深京30竟然有4800只股票跌停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几乎整个市场都在崩盘。更尴尬的是什么呢？就在股市暴跌的同时，这些官老爷还在那儿自我陶醉。金融监管总局说，他们搞的房企白名单非常成功，到10月16日已经审批了 2.23 万亿，年底还要做到4万亿。且让我给大家揭穿这个数字有多离谱。央行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是 13.76 万亿，到2季度末只剩 13.77 万亿。也就是说，整整一个季度只增加了100亿不到。那我请问，你说的 2.23 万亿审批额度都跑哪去了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2022年底的开发贷余额是 12.69 万亿，到2023年底是 12.88 万亿，一年就增加了2000亿不到。现在你告诉我说，短短几个月就审批了 2.23 万亿，这不是在讲笑话吗？这些数字完全是胡编乱造的。一位国有银行信贷部门的朋友透露，现在没有银行敢放房地产贷款，就算是央企的项目也不敢碰，因为谁都知道这个钱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另一个荒唐的现象。住建部前几天出来说，今年城中村改造和危房改造要完成100万套，听起来很厉害是不是？但是大家想过没有，这100万套从哪来？按照住建部自己的数据，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一共只有170万套城中村和危房需要改造。你今年就要拆100万套，那明年拆什么？后年拆什么？而且我查了数据，
这35个城市每年新增的危房也就 3.5 万套。所以这个政策充其量就是个一次性的强心针，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其实问题的根子在哪里？就在于北京现在的政策思维还停留在过去。你看看最近出台的政策，继续投资基建，继续发债，继续放水。可问题是，这些招数在2008年管用，在2015年也许还管用，但在2024年已经完全失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经不是缺钱的问题，而是信心的问题。企业不敢投资，老百姓不敢消费，银行不敢放贷，外资在撤离，这些问题用砸钱能解决吗？我最近收到一位网友的邮件，说的特别实在，现在的情况就像得了重感冒，但医生只会开退烧药，烧是退下来了，但病因根本没治。所以我觉得，与其天天开新闻发布会放空炮，不如来点实在的。比如彻底解决烂尾楼问题，给那些付了钱却拿不到房子的老百姓一个交代；比如真正清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而不是把它们藏起来；比如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权，而不是动不动就共同富裕。可惜啊，现在的政策讨论都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自我表演。每个部门都在努力证明自己很能干，都在设法讨好上面，但最后吃亏的是谁？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啊！这不，最近又传出消息说要搞4万亿 2.0， 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上一个4万亿的后遗症还没处理完呢，你们是不是打算再来一次？这不是刷 GDP 漂亮数字，这是在透支国家的未来呀！看来2025年这个寒冬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。